好，我接着再讲一个关于这个轴对齐的这个有一些小技巧。好，例如我们这个有个模型啊，我先模型处理的一些常见的问题啊，顺带一起讲。好，例如我们这有个模型啊，这个模型好像是 Sketchfab 里面的几个模型。你会发现呢，你现在这样看呢，它是正常的。你在点模式下面啊，点开这个点模式，选中这个模型。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这种很奇怪的这些线，对吧？你看这有一些这些线，这个是 Sketchfab 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把这些优化掉，选点，然后对它进行一个优化，然后这些点呢，它这些线呢，它就会消失。好，这个是第一步。好，接着呢，我们需要它现在这些都是一个整体嘛，对吧？我们需要这个把它拆散。拆散我记得之前是这里面有个网格里面它是可以这个拆出来的，但是我在这个2024版本里面好像没看到这个拆分，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里面的这个运动图形里面的分裂，对吧？把它放到它的分裂子集里面去，以后我们要改一下这个模式，使用分裂片段，以后我们把这个 U 键当前状态转对象也可以转变为可编辑，都是一样的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把这个模型就已经拆出来了。接着呢，你可能是需要经常会对一些物体的这个轴心啊，对它进行一个调整，对吧？啊，例如我这个抓的这个杆，对吧？或者是这个啊，例如这一个，我想把这个中心点要移到某个位置，当然对吧？启动这个轴心以后，你去这样子去调，对吧？也可以，但是呢，就比较没那么精准啊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打开这里面的这个捕捉，对吧？捕捉里面的这个打开这个多边形，然后你可以让它去捕捉这些点，当然是可以的。我要说明的是用这个轴对齐工具啊，我们把这个关闭先。我们先把这个挪动到不需要，这个假设是还是原来的这个位置。好，在这个工具里面，轴心轴对齐，然后对齐到对象，对象我们不要全部点，然后选取了这个多边形，然后排列使用它这个法线，然后具体要看的啊，你可以看通过可以世界，也可以法线，你执行。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这个就是对齐到你选中的这个这个面上面来了，对吧？它现在就是坐标轴就已经在你选中的这个面上面。啊，这是一个。好，完了，打开另外一个文件，这个可能比较好说明一点啊。例如我们这里这个是蝙蝠侠，对吧？啊，我把这个跟前面的步骤一样，我把它拆出来了。但是它们的这三个物体的这个轴向呢，很明显是不对的啊。你这个时候你要去做一些什么东西动态，它这个首先它这个是有这个坐标轴向的问题，对吧？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调整。好，我们可以全选这三个，然后我们把它 solo 独显一下。我们在这个面模式下面，我们选中这三个面，重复前面的步骤，选择多边形，然后我们使用这个法线执行。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这个轴向就是对了。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个世界，世界的话，它这个你会发现它是以这样，始终是以世界这个坐标轴去这样子去，这个轴向是这样子去排列的。我们要使用它的法线，退出独显。好，我们这几个物体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在这个物体模式下面，它这个时候呢就是正确了。我们移动这些的话，它就是可以很好的去移动。啊，就是说你
不用这个，你用这个捕捉的话，因为你这个捕捉它是只能是捕捉一个，它这个没有这个方便，对吧？这个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轴对齐的一个小技巧。这里是德法动态设计，好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